金圈太子爷有双重人格，深夜他爬上我的床，缠着求我宠幸，好喜欢宝宝，好想做宝宝一辈子的狗。但到了白天，他却对我极为冷漠。我们只是商业联姻，你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逾矩。我从未对此有过怀疑，直到在他又一次跪在地上，忘乎所以地吻我时，门外响起剧烈的敲门声。谢京子，你他妈的开门！她可是你嫂子！我一惊，可面前的男人非但不慌，反而笑得偏执病态。被发现了呢，宝宝，你说在我哥面前会不会更刺激？正文开始，酒吧里，身旁的黑发少年歪头看我，仍不死心地问：姐姐，再喝一杯好不好？嗓子都要加冒烟了，再配上那楚楚可怜的表情，实在是很难让人拒绝。可是联姻对象谢培辰5分钟前才给我发来消息，说是在家乖乖等我，已经换上我最爱的那套西装了。我咬了咬牙，给少年赚了2万。支付宝到账的声音在安静的包厢里显得尤为突出。玉琪脸色一僵，身形也有些摇摇欲坠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拿钱来羞辱我？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拜金的人。不是，那不然呢？我冷着脸不说话，只加快了脚步往外面走。身后的少年哽咽一声，想要抓我衣角的手悬停在空中。是我没本事，留不住你。上车后，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出玉琪可怜巴巴的模样。手机叮咚一声，是家里那位给我发的消息。宝宝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好想你。一张羞沟流泪的表情包，外加3张男人身着黑色西装对镜自拍的照片。哎，野花不如家花香，是这个道理喽。谢培辰像是守着等我回来一样，我正在玄关处换鞋时，他就直接走过来，拦腰抱起我，来到沙发上坐下。他用鼻子嗅了嗅，失落地说道：宝宝，你身上有别人的气息。我一愣，随即面不改色地撒谎，和闺蜜出去聚了会儿，可能不小心沾上别人的香水味了。谢培辰扯了扯嘴角，声音无波无澜：是吗？我疯狂地点点头。只是我不知道的是，男人的面色变了又变，眼里尽是浓浓的扭曲与病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谢培辰才抬起头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按住我的后脑勺，疯狂地索取，比以往都要凶狠。我都快要缺氧时，他才松开我，那张带着亮晶晶水渍的唇一张一合。宝宝，你说真空穿西装，然后搭配胸链很好看，真的假的呀？他说着说着，就拉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胸膛上，乌黑的眼睛渴求地望着我。我虽然一直沉默，但手里捏捏的动作从未停止。苍天可见，是这个诡计多端的骚男先勾引我的。男人闷哼一声，垂眸看着我的目光里涌动着情欲。宝宝可以再往下一点吗？啊，行。我主打一个有求必应。只是捏着捏着，谢培辰的某处硌得我疼。再到后来，谢培辰是怎么慢条斯理地脱下西装外套，又如何向我展示银色胸链，就不过多赘述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已经是中午了。我手下意识一摸，床上已经被人换过新的床单了，身边也空无一人。一尘不染的床单和枕头好像在提醒我，昨晚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梦境而已。我叹了口气，门外保姆敲响了我的卧室房门。太太，谢先生在楼下等您吃饭，你要下去吗？我怔了一下，很快恢复正常，向门外的保姆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就不下楼了。我重新躺回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心里涌出怅然若失的感受。楼下的谢培辰并非昨晚那个浑身上下都在诱惑我的谢培辰，我和他是商业联姻。谢家长辈提议在我们领证前先同居一阵子，培养下感情。同居的第1天，谢培辰别说碰我了，连多给我个眼神都不愿意。他只匆匆扫了我一眼，就移开了目光，脸上带着冷淡疏离。可是到了半夜，男人静悄悄爬到了我的床上，他把我压在身下，先是蜻蜓点水般在我唇上轻轻啄了几下。我蓦地睁开眼，撞进谢培辰漆黑的眼眸里。不知为何，他更兴奋了，侵略性地撬开我的牙关。男人嘴里是好闻的小青柠牙膏味儿。后来事情变得越来越失控，我也没推开他。毕竟谢培辰无论长相还是身材，都算得上我的理想天才。早上醒来后，谢培辰坐在沙发上，修长的双腿交叠着，手中正在翻阅财经报刊。男人西装革履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金贵的气息，与昨晚的痞气疯狂大相径庭。不过有2副面孔的他，我好像更喜欢了。白皙的手臂环住男人的脖颈，我忍不住撒娇道：老公，早上好呀。谢培辰蹙了蹙眉，放下手中的报刊。他站起身，那双眼冰若冷霜地看着我。沈初瑜，谢培辰的话里是不带一丝情绪的冷漠。我们只是商业联姻，你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逾矩。哇塞，这就是做完就翻脸吗？我也沉下了脸，冷哼一声，扭头就走。谢培辰没有追上来。下午我在别墅外的小花园种花时，管家向我走来，不知为什么他有些神色不安，满脸忧郁。过了好久才深吸一口气，面色严肃地告诉我，谢培辰患有双重人格的心理疾病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屈指可数，还请我保密，也千万不要在谢培辰面前提起他有病这事儿。我闻言有些惊讶，但联想到谢培辰上午反常的行为，相信了管家的话。我的联姻对象有病，但问题不大，毕竟人家的服务意识还算不错。于是我大度地接受了他白日在家时对我的冷漠，也接受了一到晚上他就爱做我的狗这个癖好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谢培辰刚从港城开完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换掉身上的西装，就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。他低眉沉声说是飞机延误的原因，回家晚了，求我惩罚他。谢培辰停顿一下，声音沙哑：宝宝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我的手指勾上他的条纹领带，自己爬到卧室去跪1个钟头。男人哪还有平日里的傲气，人人眼里崇拜的上位者，此刻却心甘情愿的匍匐，乖的不行。说是惩罚，但对于谢培辰而言更像是奖励。他全程耳尖红到能滴出血来，直到最后他踉跄起身，把我抵在窗边，皮带扣啪嗒一声。谢培辰嗓音里带着轻颤：好喜欢宝宝，好想做宝宝一辈子的狗。我哼了一声，在我意识模糊时，男人搂紧了我。宝宝，说好了，你只能有我这只狗。想到这儿，我又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这时我的房门被敲响，请进。看见谢培辰硬朗的脸庞时，我心里一喜，
但又想到现在他身躯里住的是冷漠的人格时，我的心又沉了下去。男人的目光透过金丝眼镜折射过来，我周末有个宴会，差个女伴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也没推辞。当然。晚宴这天，谢培辰开着劳斯莱斯来接我。上车后我们没有过多交流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抱着手机开始回复朋友的消息，手指一不小心外放了玉琪发给我的语音：姐姐，你为什么没来找我？我还没来得及退出，微信就自动给我播放了下一条。为什么不回我？姐姐在生气吗？这几天我好想你啊，姐姐，你有想我吗？少年阴哑且带着委屈的声音在车里无限放大，我恨不得在地上找条缝钻进去，简直如坐针毡。我下意识向谢培辰望去，男人很明显听见了，微抿着唇不说话，脸色比以往都还要黑。下车后，谢培辰对我说自己要和几个合作方的老板谈生意，让我随便转转就好。我这里吃点，那里逛逛，却没想到碰到了熟人。玉琪一见着我，眼眶就红了，嘴里下意识的喃喃：姐姐。我把她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，有些生气的质问：你怎么都跟我到这里来了？俊美的脸上写满了紧张，她语调很快地向我解释：我把酒吧的工作辞了，现在在这里当服务生。玉琪说完又狼狈地低下头，手指搅在一块，看得我一阵心疼。我安抚地摸了摸玉琪毛茸茸的脑袋，黑色碎发软软的，很舒服。玉琪猛然抬起头，脸上带着红晕，明亮且圆润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。被姐姐摸，很舒服呀。晚宴进行到一半时，我去女厕的洗手台前补了下妆，刚想离开时，身边忽然有人攥住了我的手腕，把我强硬地拉向角落。抬头看见是谢培辰时，才松了口气。我问：怎么了？男人一言不发，只是反手勾住我的腰，把我抱得很紧，像是缺失安全感，过分的依赖占有我。男人身上的木质沉香味飘进我的鼻尖里，他什么时候还去喷香水啦？还没等我继续思考时，男人就含住了我的唇，像头凶狠的野兽，从舔舐到撕咬，隔了好久，他才放开我，额头抵住我的额头，哑声问：宝宝，刚刚和你说话的男人是谁？我撒起谎来，脸不红心不跳：不认识啊，就一服务员。男人轻笑一声，眼底闪过暗芒，他啧了一声：宝宝，你当我啥？骨节分明的手指玩弄着我的发丝，眸色越发晦暗，嘴角处挂着嘲讽的笑。你偷摸去酒吧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这下又因为他对我撒谎。我呼吸一滞，面前的男人眯起黑眸，手开始不安分，摸向我。小初鱼，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呢？我干笑几声，还不忘拍掉他的大手。哈哈，你说什么呢？听不懂呀。谢培辰不怒反笑。忽然，他不知道看见了谁，瞳孔猛地一缩，飞快地拉住我的手，躲到了隔壁的男厕所隔间里。男人的大掌捂住我的嘴唇，气得我狠狠踩了他一脚。待外面的脚步声消失不见时，谢培辰才放开我。你干嘛？谢培辰捏了下我的脸，笑了笑。没事，见到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。不知为何，谢培辰在这之后显得有些心神不宁。他叫来司机，让司机把我送回去，自己却从另一个方向走了。我也没管他，心里老是想起玉琪湿漉漉的狗狗眼。宴会结束后，谢培辰出差了，我为了报答他上次的不计较之恩，特地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和朋友合伙开了家传媒公司。玉琪最近没有找我，我便有更多的时间去忙我的摄影工作。谢培辰是下午到家的，我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，飞奔向他。谢培辰看见我时，疲惫的面色缓和了几分。男人衬衫解开了2颗纽扣，我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他性感的锁骨。我悄悄咽了口口水，他抬眸看我，目光比以往稍稍温和。怎么了，小鱼？这几天太忙没联系你，钱够花吗？我点点头，从背后拿出一个天鹅绒盒子，给。谢培辰嘴角挂起一抹淡笑，当着我的面打开了盒子。男人脸色骤变，手指取出那对白金钻石耳钉。他周身气压很低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沈初瑜，我没有耳洞。我身子微微一僵，不可能。半个月前他强吻我的时候，我分明看见他的耳朵上戴着一个小鱼形状的耳钉啊。谢培辰又回到了以前拒人千里的模样，眸底全是一片寒光。你看着我时，心里究竟想的是谁？这能说吗？不是，肯定是他呀。就算他患有心理疾病，但我喜欢的还是他呀。我只能解释是自己记错了。我们相处的时间本就不长，你工作又忙，我想了解你都没有机会。没想到这茶言茶语竟还真拿捏住了谢培辰。他注视着我，无声笑了下。是我的问题，我以后会多抽时间回家的。谢培辰说到做到，周末他开始不去加班，而是在家工作。玉琪有在给我发消息，但都被我给敷衍过去了。这天我刚涂完身体乳，准备睡觉时，窗边响起细微的动静，身形高大挺拔的男人翻窗而入，长腿一迈，稳稳登地。我眨了眨眼，才知道这不是我的幻觉。谢培辰就这么水灵灵的翻窗进我卧室了。不是，非得翻窗吗？但是转念一想，现在是他另外一个人格主导这副身体，就合乎情理了。男人落在我身上的目光越发炽热。宝宝，想死我了你。我咂咂嘴，有多想？来点实际行动呗。男人闻言挑了挑眉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毫不犹豫地屈膝跪在地上，那双漂亮的眸紧锁着我，嘴唇忘乎所以地亲吻上我的小腿，一寸寸地往上。我情不自禁的嘤咛出声时，门外突然响起剧烈的敲门声。我面前的男人瞳孔猛缩，一时忘了动作。谢京子，你他妈的开门！她可是你嫂子！我身子一抖，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，猛地推开就要俯身把我压在身下的男人，惊呼出声：你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面前和我做了这么久恨的男人不是谢培辰，而是他弟。我的惊慌失措全都落在了男人的眼中。谢京慈意味不明地轻笑一声，他非但不慌，反而笑得偏执病态。被发现了呢，宝宝，你说在我哥面前会不会更刺激？沉闷且强烈的砸门声里夹杂着男人怒不可遏的咒骂，不过全都是骂谢京慈的。谢培辰看来是没怎么骂过人，恶心下贱2个词反反复复地从他嘴里蹦出，听得我脑瓜子一阵疼。
谢京慈笑得云淡风轻，还不忘帮我整理额间的碎发。男人丹凤眼里尽是散漫与无所畏惧，低声哄我：“宝宝别怕，天塌下来有我给你顶着。”这人怎么死到临头了还在装？对着谢京慈那张帅脸，我已经很努力地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了，但被他耍了这么久，心里挺不爽，也不想给他好脸色。我别过脸去，你别喊我宝宝，不合适。谢京慈也不恼，飞快地亲了下我的手背，朝我轻佻一笑：“行啊，宝宝嫂子。”门是被谢培辰硬生生地给撞开的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我被惊得用手下意识地捂住嘴巴。谢培辰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他弟的脸上。混账东西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谢京慈被打得偏过头去，也不还手，只用手背去蹭了下嘴角流出的鲜血，冷笑一声，毫不畏惧地迎上他哥的目光。哥，你不爱沈初瑜，是你命好能和他联姻，若不是我比你出生晚，现在娶初瑜的人就是我了。谢培辰猛然攥住眼前嚣张跋扈的男人的衣领，厉声道：“谁说我不爱他？再说她是我未来的妻子。”这下轮到我惊讶了，谢培辰他在说什么呀？谢培辰额角青筋暴起，皮笑肉不笑。我和沈初瑜的事，轮得到你个小辈指手画脚吗？怎么就轮不到了？谢京慈猛地挣脱开他哥的手，正了正领子，笑得张扬，目光径直地看向一直瑟缩在角落的我，字字诱哄，却带着深深的压迫感。小初瑜乖，我和我哥，你选谁？这是非选不可吗？谢培辰的目光也落在了我的身上，他缓和了下脸色，语气也温柔几分。初瑜，你选我的话，以前的事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听听，大家都听听，这还是人话吗？这事儿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是他是真大度啊！面前两个长着同一张脸的男人齐齐看向我，只是一个内敛沉稳，另一个桀骜不羁。他们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太炽热，我被整得浑身都不自在。谢京慈弯起漂亮的眼眸，宝宝嫂子选我，哪都会让你满意的。他似笑非笑地瞥了他哥一眼，嘲弄地哼笑一声。我哥他年纪大了，身体估计也不行了呢。谢培辰绷着一张脸，脸色越发阴沉，仿佛能滴出水来。谢京慈，你 TM 的瞎说什么？眼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，我忽然觉得有些疲乏了，深深的无力感包围着我。我微微牵动嘴角，最终开口说话：“你们两个我都不要。”我搬出了谢培辰的别墅，临走前，两个男人还在火药味十足的吵架。谢京慈，你一副倒贴的样子，真让我看了觉得恶心，又是恶心，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。我面无表情地拖着行李箱从他俩身边经过时，手腕被两人同时抓住。放手！谢培辰语气有些急，一定要走吗？而谢京慈就显得稍有心机，很体贴地说：“初瑜，我来帮你拉行李箱吧。”骨感且修长的手自然而然地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。行吧，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搬走后的日子还算得上是风平浪静。我跟母亲说要退婚时，她很是诧异，不过也点头同意，表示尊重我的选择。只是一个人居住后，我心里稍稍觉得不太适应。谢京慈每天雷打不动地给我发消息：“宝宝嫂子，想不想看我新买的项圈？”我的脸慢一拍地烧了起来。谢京慈虽是询问，但很快就把照片发了过来。男人赤着上身，肌肉线条流畅，块状腹肌分明，人鱼线下包裹着白色浴巾。我在心里咆哮：这浴巾是非包不可吗？我们都多熟了，让我看看怎么了？谢京慈继续对我消息轰炸：刚刚才洗完澡带的衣服还没来得及穿，宝宝嫂子是喜欢我穿衣服的样子，还是不穿衣服的样子啊？视线扫到那个别扭的称呼，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都难看。还有别叫我宝宝嫂子，再叫把你删了。谢京慈沉默住了，最后憋出一个流泪小狗躺地上撒泼的表情包：不叫了不叫了，小初瑜不要删我呀。独居后的第一个月，公司放了个小长假，我愁着不知道去哪儿玩，忽然想起那个嘴甜的小男模玉琪，我正想着要去照顾下他的生意，结果发现自己被他单删了。给玉琪发短信，他不耐地回我：姐，你知不知道你男朋友找人把我开了，你能别来找我了不？自己好好过日子吧。我何时有的男朋友？手机在这时叮咚一声，是谢培辰给我发的消息，说是还有几件我的短裙晾在阳台上没有拿走。我敲字：你扔了吧。对面秒回：可我已经在你家门口了。我瞳孔一缩，手指无意识地敲了敲桌子。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谢培辰脸上的笑意温和又从容。初瑜，这段日子过得还好吗？还行。他说是来给我送衣服，可送完后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而是一搭没一搭的和我聊天。我母亲一直都很喜欢你，下周她生日，你能来老宅为她庆生吗？我点点头。好啊，那行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是了。谢培辰还在坚持，我来接你一起过去，方便些。可你根本不顺路啊。男人眼皮颤了颤，没事的。还没到生日宴那天，谢培辰就迫不及待的又给我发了条消息，他说自从上次来我家后，新买的手表好像就丢了，还麻烦我找找是不是丢我家了。在沙发上被抱枕遮掩的角落，我发现了谢培辰的百达翡丽手表，一阵无语。那么大的手表还能无声无息的掉啊，这个借口也太拙劣了。再说他也不是丢了就没钱买的人。我没好气的故意逗他，没找到，你去其他地方找找呢。不可能。谢培辰自知自己差点露馅，很快撤回了这条消息。我想着反正明天不上班，便自己把表送到谢家去。其实还有个原因是，我看见谢京慈他妈发的朋友圈了，谢母很开心的分享自家小儿子回家，还做了一桌子的美食。老实讲，我有那么一点想谢京慈。这个念头冒出来时，我微微震惊。不是，我这是睡出感情了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我最近太闲了，随便想到了个无关紧要的朋友而已。去的路上有些堵车，我抵达谢家老宅时已经是下午了。他们家保姆见过我好几次，看见我来了，微笑着给我指路。保姆送我到楼梯口时，低声对我说：“3楼就是大少爷和二少爷的房间了，左手边那间是大少爷的，右边是二少爷的。”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待保姆走远后，我的脚步停在了谢京慈的房间门口，房门留了个小口，虚掩着。
我向里面望去，没人，手鬼使神差地推开房门。我在心里道歉，抱歉啦，谢京慈，未经允许参观一下你的房间，希望不要介意喽。房间很大，一眼看去简约整洁。忽然，我的目光扫到了床头柜的一处，上面放着一沓照片。我拿起一看后，震惊地后退了好几步。照片上的主人公全都是我，有我高中毕业时和朋友拍的合照，还有大学时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的照片。还有的照片是当初谢京慈假扮他哥的时候，我为了诱惑他，故意穿了布料单薄的短裙，发了10几张高 P 照片给谢京慈，还配文哥哥喜欢粉色吗？还有你觉得我穿粉色漂亮吗？难怪当初谢京慈不回我，原来是忙着把照片打印下来，急着没空回我。这几张短裙照片都被磨损得起细薄的痕迹了啊！谢京慈他这个变态，我又气又羞，脑里不停地想象谢京慈抹撒我照片时的样子，却没发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男人低哑的嗓音从我背后响起：“宝宝，你在看什么呢？”啊！我被吓得身体猛地往后仰，谢京慈眼疾手快地伸出手臂搂住了我，我脑袋空白了一瞬，他抽走我手中的照片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，轻笑了一声：“被发现了呢。”我回过了神，想要挣脱开谢京慈的怀抱，可他力气实在太大，我根本挣脱不了。我一脸怒容，气的声音都在发颤：“你凭什么打印我的照片？恶不恶心啊你？”谢京慈面色严肃：“你不会以为我拿你照片干了不好的是吧？”我愣住了，难道不是吗？是我大惊小怪了？谢京慈看着我呆愣的模样，忽地扑哧笑出了声，在我耳边咬字悠悠道：“没错，就是宝宝想的那样，我用你的照片。”我急忙捂住了谢京慈的嘴，他挑了挑眉，紧盯着我的眼，笑得浪荡，嘴唇动了动，伸出舌头一舔。他在干什么呀？我连忙放开手，在他外套上擦拭。谁允许你亲我手的呀？谢京慈耸了耸肩，没办法，宝宝的手也好香，我实在是忍不住。我羞愤欲死，完全瞒不过谢京慈啊！谢京慈脑袋搁在我的肩膀上，偏过头来，含住了我的耳垂，开始细细舔舐。我甚至能清晰听见水渍声。明明告诉过他，耳垂是我的敏感部位，他还亲。我没忍住哼唧了一声。谢京慈的眸色更加灼热了。宝宝小点声，我哥他就在隔壁房间，要是你想被他听见的话也行。我是逃出谢家老宅的。谢京慈太恐怖了，我简直就像深入虎穴。我气得不行，但更多的是慌乱，心砰砰砰跳得很快，像要震出胸腔。晚上，我好不容易平复好心情，正要入睡时，收到了谢京慈给我发的消息。他微信引用到我1个月前给他发的骚话：“老公，我是学摄影的，可以找个时间帮你录。”你说的这句话还算数吗？我想删他，没开玩笑。算了，怕把他删爽。我懒得理他，怕发一句对面回10句，索性就不回了。却万万没想到，我做了个极为旖旎的梦，梦到自己没有搬出谢培辰的别墅，甚至谢培辰他本人还大方地提议让自家弟弟搬进来一起住。在梦里，我丝毫察觉不到任何荒谬之处，就搁那儿傻乐。有2人轮流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呢。谢京慈从身后环住我的腰肢，拖着尾音问：“嫂嫂，你分得清吗？”他舌尖抵住上颚，分得清我和我哥吗？潮湿的吻落在我的锁骨处。谢京慈见我没反应，用他那小尖牙咬了我一口。我有些吃痛，不耐道：“分不清，你俩都长同一张脸，我怎么分得清？”谢京慈从喉咙里溢出一声闷闷的笑。那行。赤裸着上身的男人开始抽开皮带，往外面喊了声歌。谢培辰闻声走了进来，男人卷起白衬衫袖口，露出小半截脉络青筋凸起的手臂。诞生？怎么？谢京慈的大手在我身上肆意游走。宝宝乖，接下来我来教你如何区分我俩。我害怕的往后缩，直至后背抵到了床头。谢培辰的大手禁锢住我的脚腕，虽没说话，但很显然对他弟所说的教学是赞同的。后来一遍又一遍，直到他们用领带蒙住我的眼，我能准确区分他们为止，他们才肯放过我。而那时已经天光大亮，梦醒后的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不是，我是怎么了？疯了吧？真是什么梦都敢做。生日宴这天，我还是执意没让谢培辰来接我。提前到谢家老宅时，我走在前院上，耳朵捕捉到里面传来的谈话。听说沈家独女被退婚了，你们谁知道内幕吗？不太清楚，但估计是谢家没看上沈初雨吧。虽说她长得漂亮，学历也还可以，但家族势力总归比不上谢家呀。就是，也不知道沈家当初是怎么攀上谢家这高枝的。哎，不过谢家2兄弟都好优秀啊，要是他们能看上我就好了。啧，你想得真美。听到他们聊到谢培辰时，我心生一股莫名的厌恶。我也不知道这感觉是从何而来的，但仔细的深入一想，可能是因为做了那个怪异的梦。我很排斥谢培辰，从以前的心理上排斥，再到现在生理上的排斥，或许还有可能，我一开始喜欢的人就是谢京慈。不对，我怎么会喜欢谢京慈呢？我就只是单纯馋他身子。一定是这样。我想着想着，才发现自己在角落里站很久了。前方的人群还在兴奋的八卦，我进去也不是，不进去也不是。正当我犹豫不定时，我的身后传来男性慵懒拖着调的声音：“不是吧，你们不知道我哥是被退婚的那个吗？”谢京慈手插兜里，那双眼尾微挑的眸子朝我眨了眨，暧昧的要命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第一个蛐我的人讪笑一下，连忙道：“谢二少，都是我们无知，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”众人赶忙附和道：“啊，对。”待所有人都走后，谢京慈二话不说，把我拉到了后院的小花园里，一步一步的把我逼在角落，大手箍住我纤细的腰肢，强硬的埋在我怀中，深吸一口气。谢京慈抬起头，眸色晦暗不明：“宝宝，这么久没见，就没点想我呀？”话音一落，我脑海里莫名浮现出和谢京慈第一次接吻的画面。他先是轻轻吻了下我，水渍声令我脸红心跳，在我意犹未尽时，他竟忽地松开了我。可恶，没亲够！谢京慈垂头含笑看我：“宝宝，请问我可以伸舌头吗？”瞧这孩子，真有礼貌。
个屁，伸舌头就伸舌头，问我干嘛？笑死，我也没有很想和他舌吻。我灵机一动，直接按住谢金慈的脑袋猛亲了上去。哎，真别说，强吻谢金慈的感觉还算不错。许是男人没想过我会主动，瞳孔震了震，接着反客为主，霸道嚣张地撬开我的牙关，开始攻城略地。想到这儿，我一个没忍住，小脸一红。谢金慈很明显是看见了我的异样，笑得更加玩世不恭。看来是想了，小出鱼乖，说实话，想我这个人还是想我那地儿了。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我扬起手，一巴掌扇在谢金慈的脸上，很心软的没对他用力。谢金慈捂住脸，极为浪荡的笑了一声：“宝宝手疼不疼？不疼的话，另一边也想被你扇。行，真给他扇爽了。”我斜睨他一眼，故意激他：“你这张脸别人有，那地儿别人也有，我凭什么非得想你的？你说是不是？”谢金慈气得半死，胸膛上下起伏，指关节握得很紧，发出咯吱的声响，半天嘴里憋出一句：“我靠，沈初瑜你真行。”我正想继续对他时，身后传来男人掺杂着冷意的声音：“沈初瑜，谢金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谢金慈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眉毛下面挂俩蛋，只会眨眼不会看吗？手一摊，耸了耸肩：“该干的早干了，现在吗？什么也没干哦。”谢金慈精准地踩准了他哥的痛点，气得他哥浑身发抖。你……眼看着他俩又要吵起来，我连忙开口：“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生日会要开始了。”说完，我便向谢家老宅走去，任凭两个男人跟在我身后。饭后，宋女士，也就是谢培辰他们两兄弟的妈，亲切地拉起我的手，递给我一副洁白淡雅的手镯。初瑜呀，你没能成为我们家的媳妇，我一直遗憾着。这副镯子是我一直珍藏的，你收着，要是有缘分，以后再送你我们家祖传给儿媳妇的镯子啊。我拒绝不了，只好收下。一旁的谢金慈掀起眼皮，笑得意味深长。有缘分，必须有缘分啊！不过和我哥没缘分喽。宋女士狠狠瞪了谢金慈一眼，臭小子别插嘴。谢金慈噤声了，还不忘悄悄对我狡黠一笑。我嘴角忍不住微弯，这混子不知道在嘚瑟什么。我正了正神色，这次我来还要告诉伯母我要出国了。谢金慈比他妈还惊讶，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什么？多久去多久回来？不是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笑笑，只是公司在海外拓展了项目，我正也想去 C 国发展一下。宋女士拍拍我的手，是好事呀，不过那边多动乱，初瑜你要多多注意安全。我点头说好。没想到的是，就因为出国这事，谢金慈还和我闹起别扭起来。生日宴结束后，他送我出了老宅，他拧着眉头，面色不悦地问：“一定要去吗？”一定。谢金慈合了合眼，良久后才艰涩出声：“沈初瑜这么久了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划进你的人生规划里，对不对？”一时间我有些哑然，但心里十分不好受，有股闷闷的钝痛感一阵一阵地凌迟着我的心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看见谢金慈难过，我也会跟着不好受？明明我对他一直是走身不走心的，我曾经肯定过自己不会喜欢他的，况且我和他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。可是现在看着谢金慈脆弱的样子，我竟一时好想抱抱他。谢金慈的双眼有些猩红，眼底染上一抹自嘲。我知道了。看着面前男人颓然的样子，我的嘴里竟滋生出一股苦味儿。曾经我坚定地认为，我这么年轻就该多玩玩。再说我的前程一片光明，也不需要去依附男人。这样的观念是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有的。父母离异的早，春游时别人都是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一块儿去，唯独我只有妈妈陪。后来我读初3时才知道，我的爸妈虽是结了婚，但彼此根本不相爱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爱人好了。一个人也自由，人不是非得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可是谢金慈竟会让我动摇，他的存在一次一次的让我觉得我所谓的观念是错误的。爱其实可以很美好，但此时此刻有的话真的很难说出口。我的心很乱，要是谢金慈向前拉住我，执意不让我离开，那我就不走了。1秒2秒，我往前走，走得很慢，在等谢金慈。可是他没来追上我，我心沉入了谷底，望了望碧空如洗的天空，勉强一笑，掩饰住自己的黯然。只是在我转过身时，在我没有看见的地方，男人脚步都有些站不稳，脸色骤变，眼底全是病态的偏执，还有藏不住的委屈与不解。为什么还是要离开我？沈初瑜，我那么喜欢你。出国后我的日子还算过得顺利，一心投入事业后，我很少和谢金慈联系，不可以说是几乎断了联系，只是朋友和我出去玩时偶尔提了一嘴，说是如今谢家扩大了公司规模，发展得更强大了，谢家2少的势力甚至已经超过了他哥。我无动于衷。元旦节前夕，我妈一通电话打了过来，她问我怎么还和谢家2公子有关系。在念到谢金慈的名字时，我竟有些不自在。谢金慈，他怎么了？他要向你提亲，谢家知道了，把他打了一顿，还关了7天禁闭室。我妈一顿，可是他还是执意要娶你。谢家没办法，因为谢金慈生意越做越大，谢家已经管不住他了。我迟迟没有说话。我妈犹豫地开口问：所以小鱼，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吗？我想在我妈问我这个问题时，脑里浮现出谢金慈的脸庞时，我已经有了答案。2年的时间，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，我时常翻出和谢金慈的聊天记录，看见宝宝嫂子这个称呼时，我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合租的室友问我笑得这么开心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谈恋爱？和谢金慈谈恋爱会是什么感受呢？应该很幸福吧，他人帅，身材又好，且会照顾人，没有人会不喜欢的。我也是。于是在这个难眠的夜晚，我给在好友列表躺尸的某人发去消息，我后天回国，见一面吗？重逢，是我一直都在幻想的重逢。只是当西装笔挺的谢金慈站在我面前时，我还是被他的大变样给惊讶到了。喃喃一句，怎么还长高了？哎，谢金慈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初瑜，你就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吗？我失笑，你变帅了。他点点头，目光仍在我身上停留。还有呢？我微微无奈。你想怎样？谢金慈有些痛苦的合了合眼，声音低低的。沈初瑜，你就没点想我吗？他又回到了像条可怜兮兮的小狗样子。
想要和他那杀伐决断的哥争权力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拼了命地将公司越做越大，同时还要应谢家给他施加的压力。高处的位置不是那么好做的，更何况公司董事会那边一半都是站对他哥的，没人帮他，只有他自己。谢京慈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天能合眼的时间都少得可怜。所幸他天生学习和适应能力强，2年时间足够让他蜕变，手中所掌握的势力已经远超他哥。我忍不住看向谢京慈，他才结束了会议就来见我了，一身量身剪裁的黑色西装，利落地勾勒出他宽肩窄腰的轮廓。你变了好多。谢京慈轻笑出声，是啊，不过有一点一直没变。什么？他垂头看我，一字一句极其认真地说出，喜欢你这件事一直都没有变过。我没想到谢京慈对我来真的了，他说要追我就不是说说而已，每天雷打不动接我上班送我回家，赶都赶不走，一赶就掉泪，啪嗒啪嗒的，那委屈劲儿看得我心里都酸酸的。别赶我走好不好？你已经赶走过我一次了。我忍不住发笑，哭什么？我不赶你走就是了。谢京慈眸色一亮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好，我的小初鱼你真好。公司王总说合作方老总那边提出要聚餐，指名道姓要让我去，我毫不犹豫地应下。在饭桌对面看见谢培辰时，我一点也没惊讶。2年时间，男人越发成熟，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上位者的气息，再加上容貌英挺，气质斐然，更是引得人们频频看向他。谢培辰面色从容，淡淡扫我一眼，话语间只谈工作。我在一旁听着，时不时应和几句。聚会到尾声时，我借口去了厕所，实际是想去露天吧台那儿吹吹冷风。身后一道男声响起，唤出我的名字。出国后你还好吗？我平静地和谢培辰对视。男人身上的烟草味儿传进我的鼻尖。谢京慈在追你，是，你会同意吗？我沉默了下，语气稀松平常道，迟早的事。谢培辰笑了，就是笑着笑着，眼底燃起了一片悲凉。他没再说话。我转身时，身后才响起他落寞的声音。算了，我争不过。周末这天，我回到原来居住的家里，母亲一直安排人定期给家里打扫卫生。我的卧室一尘不染，摆放的物件也几乎没有被动过位置。只是当我拿起宋女士送我的手镯时，脑海还是空白了一刻。想来，那是段多么荒诞的回忆。自己傻乎乎的轻信谢京慈，他联合管家一起骗我说患有双重人格，明明漏洞百出，可我也没有想过去深究。毕竟那时的我只想着自己爽到就行，人生不过3万天。在年华最好的时候，我想要爽一爽，玩一玩，怎么了？可是现在，我只想好好的和谢京慈谈一场恋爱。我在等一个契机。手机叮咚一声，寥寥几字，开门，我在你家门口。这才1周过去，谢京慈又变了样。他不知何时去理了个干净利落的寸头，更衬得他眉眼深邃，骨相凌厉。谢京慈挤进我的家里，弯腰平视着我，勾了勾唇。小初鱼，1周不见，我想你想得快，睡不着觉，每天晚上都在想着你。他这死嘴在说什么呀喂？他问，你想我了吗？没有，我肯定不会告诉他，我撒谎了。谢京慈又委屈上了，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？不能。谢京慈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，他默了一瞬，骗你的。谢京慈诧异地偏过头看我，我很想你，不仅这几天想，出国后的日子我也经常想。他的表情有震惊，也有欣喜。是什么？男人凑近我，皂角清爽的气息钻进我的鼻尖，不难闻，还算不讨厌。谢京慈那张引以为傲的脸近在咫尺。小骗子，你骗我骗得好苦哦。话落，我的嘴唇被他堵住，唇齿交缠间，谢京慈又凶又狠，我被吻的呼吸急促了些。过了很久，谢京慈才舍得放开我。谢京慈紧盯着我，眸色晦暗。宝宝，你好甜的。我羞红了脸，想起多年前和谢京慈做时，情到深处，他不让我喊他的名字，而是老公。有次不小心喊成了他的名字，男人莫名气红了眼，嗓音又哑又委屈。宝宝乖，不许喊我的名字，喊老公。我照做了。某人动作更狠了，乖宝宝，嘴真甜，好想一辈子都死在宝宝身上。和谢京慈稀里糊涂地确定了关系后，他说想和我同居，我说我还没准备好。谢京慈一脸无辜，宝宝你是不是想歪了？我只是想和你住一起，没有别的心思啊。我还是说不行。谢京慈气得想掉泪，结果第2天就大摇大摆地搬进了我家隔壁的别墅里。从那之后，他时常请我一起烧烤，一会儿让我来试一下新买的相机好不好用。他用胳膊撞我一下，你给我拍几张呗。那天我心情算好，一口答应。行。可下一秒，谢京慈就撩起了黑色短袖。我震惊，你脱衣服干嘛？谢京慈比我还疑惑，不是拍照吗？对呀。谢京慈得逞一笑，那拍下我的身体呗，新练的腹肌呢？我还是低估了谢京慈的心机程度。他说是让我拍照，结果照片没拍几张，反而非得让我捏捏他腹肌的软硬。我想着确实好久没碰了，就摸摸呗，摸摸又不会怎么样。结果这下好了，把某小谢摸出反应了。谢京慈极为难受的闷哼一声，他轻颤着抓起我的手，宝宝，手再往下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好吧。我人美心善，这点要求就答应他吧。第2天起来，我整个人腰酸背痛，身体都快散架了。得了，有些腹肌还是不摸比较好，全闻完。